巡山巡水，有娱有乐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寻找心灵的归处。从荆楚之地到国手之都，从异域之乡到金融之地，追星而出，日落而归，全年300个日夜，长途跋涉，不管严寒酷暑，风雨无阻，只为追寻钓鱼人心中的梦。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游钓黑坑。现在是早上5点半啊，我们已经到老大楼下了。我们现在叫老大下来，给他发个语音。哎，老大，喂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钓鱼了，出发。起来了。稍微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好。这都等了5、6分钟了，还没下来呢。上去看一下啊，看他在磨叽啥呢。哎呀，咋还没下去啊？都等了半天了。看这罗非有点不太对劲了，我在这喂这个鱼，咋了？发现它不太吃东西。今天，昨天喂的东西今天都还没吃，啊，不太活跃。这叫离底了啊！对啊，它不老老实实在下面趴着，在上面浮着。昨天喂的料它也没吃完，后来今天钓罗非有点悬了。先不管了，我们先出发吧，先出发。我们今天的话是去东莞沙田那边啊，叫水上田园钓场。听说那边的话，罗非还可以，最近的话罗非处于的比较稳定，所以呢，今天去一下东莞沙田的水上田园钓场，期待今天的话能够有一个好的渔获啊。那个定位我发给你了吧？那个你发那个定位发到我那边。水上田园的。啊，有啊。行。出发！今天还有跟我们一起的去的啊，风云老哥。Go。老杨拍的是他的长视频的。到钓场了啊！然后看这边的话，罗非塔啊，人不多啊。我们到了钓场之后，收到一个信息，就是他昨天放了好多鲤鱼，然后我想了一下啊，结合家里面的那只罗非，我养的那只开鱼口的罗非，他今天不怎么开口，所以今天决定不钓罗非，早场我打鲤鱼，改变一些策略。它这边塘的话是水的面积比较大啊，这边。这规则的话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了。去年来过一次，就去年的话它是做一个抽位的，然后今年的话好像是随来随钓。这边是一个大众河，大众河里面有鲤鱼啊、罗非啊、像草鱼啊、黑碗啊、叉尾之类的一些鱼种。但是它昨天放了鲤鱼，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以主钓鲤鱼啊。别动啊！
就趴这里，等一下我钓鱼给你吃啊。那我们今天选择的一个位置来讲啊，实际上这边呢，我们刚才通过了解，就这边这一排路边，第一个好停车，第二个这边那个位置经常有一些有人坐，再加上它这边不怎么偏位，因为呢它这边不给用散炮啊，都是颗粒形式的，而且的话钓鲤鱼划口的散炮就用的更少了，所以就能够很好的保证一个基本上大多数位置都可以出鱼。我选择这边的话，也是因为停车方便，在其次这边也是推荐的，经常有人坐，所以就坐这边钓了。那边本身想去下风口的，他们说下风口那边水深，水深的话就干脆懒得过去了，再加上那边往里面走也不太方便，所以干脆就坐这里了。不是有之前用过的。我们这边就先开料啊，这边的话钓鲤鱼还是一样。因为它这边的话，首先它不给用散炮，那我就把这个饵料多开一点，多开点饵料做一个抽窝啊。主味型的话还是一样，用大麦红薯膏，差不多30粒左右。然后辅助的呢，它是新鱼，所以我加这个梨果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哎，这鲤鱼的东西里面都是糖分很高啊，都是很甜，都呈膏状的。然后再加一点淡奶辅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20粒淡奶。然后果霜还是很有必要的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20粒果霜。再一个呢，就是酒味，像理科的鱼种比较喜欢吃酒味。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 ，OK， 加点水。加个水放这里，静置个3到5分钟，让它充分吸水。爽！好久没钓鲤鱼了啊！去年过来钓了一次，然后今天的话，接着再搞一次试一下，因为它放了新鲤鱼嘛，放了鱼不钓，那个太对不起自己了。再加上最近罗非不好钓啊，所以想换一下胃口，头不铁了，先换一下胃口，撸一下鲤鱼。我们现在调漂我打算自制漂吃铅比较轻，自制漂吃铅在1.2克左右。我打算给它调一个8目吧，看一下，先调8目。调8目，我正常的我调漂就是半水调漂黑坑的话，我基本上很多时候我底都不找，等一下直接挂饵找底。就是很多钓友经常问的，其实漂怎么样去调？其实我们在黑坑当中调漂是最简单的一种，它不像野钓，也不像竞技，所以我直接就是在半水直接把漂调好。比如说我半水我需要调8目，在半水挂上直线，我调出8目，调上8目之后呢，然后再去找钓目，然后挂饵料找底，找到底之后呢，就找钓目。钓目的话，比如说我钓个3目、4目、5目、6目到8目都可以，2到8目都可以，就比较简单一点。我现在的话先调8目先调个8目，打算钓个3到8目。一下
好久没有用这只漂了，咔嚓一下，钱捡多了，真是抱歉。1、2、3、4、5、3目，再捡一点。就是在如果包铅的情况下，能捡就捡，能修的话就修里面的小铅啊，就不要修外面的了。再修一点点角，找出一个8目。像之前比较轻的一个漂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到后面呢，尽可能的，比如说在修剪的时候，有必要的情况下，还是需要采取刮铅啊，因为包铅太麻烦了。有时候重鱼之后脱钩，铅皮打开了，铅掉了，自己不清楚，然后钓目啊、条目就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，鱼口也一样不对了。所以我们的话还是要尽可能的能不包铅就不包铅。这边应该没问题了，我们打一下饵料啊。吸水差不多了。啊，风云，哦，你开了？我说帮你开了。啊，好啊，那个钓友的话，一起的钓友啊，他自己开了料，那我就。这个就是我的了，那我就猛抽窝了，我的窝量足够。像这种的话，料贴着旁边打，我们揉也行，就这么揉也行，很简单。它这个料的话是不会，这状态比较好，你怎么揉的话，它状态都破坏不了。揉面啊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开那个？罗非料，拉丝一样揉，简单粗暴。留一份出来，这边是比较散的一些，我不去揉它，放那里。等一下用作上钩去钓一些软散。这个呢，就给它打成软黏。一开始呢，前期也不需要说是给它打得太黏啊，打太黏了之后，它的一个雾化就会差很多。我们先保证它的一个雾化，前期钓去做一个诱鱼，然后后期的话，根据鱼口，如果说它鱼口轻慢的情况下，我们再慢慢的去给它再打黏一些。撮饵开好之后收拢成团，将里面的空气给它挤压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的饵料开完了，准备开干。到7点了，这有龙眼吃了。我们先找漂调好了，我们现在找底啊。这水好深啊，我发现。在找底的时候，我直接是下钩挂个大饵料找底啊，就是边找底边抽窝。今天的话杆子我们用的是一支3.9米的杆啊，6H 的。然后主线的话1.5，子线是0.8的。浮漂吃铅的话1.34克左右。钩子用的是一个8号袖。今天的话，杆子呢，我一开始我会选择用一支比较软一些的杆，因为也不确定它的一个鱼口是怎么样子的，所以用6H 的杆可以搭配一下细线，就是说可以保证一个出口率，就没那么容易切线嘛，就比较护线。然后等一下再根据一个鱼口再来决定，再来看。如果说是鱼口快，那么我们就会去换一支硬杆出来。换一支7H 啊或者8H 的硬杆出来，硬杆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去做一个抢鱼。
因为在使用硬杆的时候，大多数线阻就相对应来讲会大一些，在回鱼的时候啊，就会比较暴力一些，就比较也就是回鱼比较快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的话选择杆子的软硬程度的一个目的。我们就先这样开始钓了。前期的话，我们就是不需要等频率可以打快一些，因为它没有闪炮嘛，我们就这样捏窝，我们可以把频率打快一些。前期戳大饵，然后尽量戳大的，戳个大饵下去。主要目的呢，还是为了去抽窝，两颗大饵，抽窝。还是拿长杆给我吧，我。
哎，鱼还在上面，快，看能不能把鱼搞回来。哎，完了，你又要背锅了。就一下子。老板，你试试上不上啊？上给我。我的一个策略还是这个样子啊，刚好我这边骑出去有个电线杆，我先做电线杆右边的，等一下的话再做左边，做双窝，做2个窝子去钓。就是正常的，在这边先钓了之后呢，发现这边如果鱼口慢呐，或者鱼滑呀，之后呢就立马转到另外一个窝子去钓。通过这种方式去降低一下它的一个警惕性，然后去加快鱼进窝的一个时间，就不需要去等嘛。就这边感觉窝子里面鱼滑了，没几条鱼了，那我就转到左边去，左边摸几条鱼之后呢，我再到右边。这5.4米飞槽就有点伤了啊。就通过这种方式啊，我们正常钓华口鲤鱼的方式，就这个样子。